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9号。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呢这个国务委员杨洁篪，他专门到夏威夷呢来拜见了蓬佩奥，和蓬佩奥呢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那么，尽管杨洁篪对蓬佩奥的这个态度呢是卑躬屈膝，你可以从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到，杨洁篪呢对蓬佩奥呢可以讲是前恭后迎。那么杨洁篪的卑躬屈膝，他仍然没有换来蓬佩奥继续当人类公敌啊。蓬佩奥除了跟杨洁篪在谈判中明确强调中美之间必须各方面都是平等的，贸易也是平等的，政治也是平等的，你们也不能够把任何信息你们隐瞒，包括你们武汉病毒的信息和你们北京的信息，你们都应当向全球公开。然后这边话锋一转呢，蓬佩奥就告诉杨洁篪，美国会继续坚持美国对中共现在所实施的全方位的这个战略。那么是一个什么战略呢？那么今天蓬佩奥就在欧洲，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的这个民主峰会上，他就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讲话完全是针对中国，这个讲话完全是表明美国现在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态度。我们来看一下蓬佩奥在这个讲话里面，他讲话的核心内容，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内容是哪些？他说，我们期待着中共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实现民主化。习近平代表的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极端独裁的压迫人民的政权。他们讲南中国海军事化，他隐秘了疫情，向全世界对武汉病毒做了一个隐瞒，他不允许我们调查武汉的病毒所。中共操控华为，渗透海外，我们不可能与中共再有任何经济联系。每一个中国公司都值得欧洲和值得美国怀疑。这是蓬佩奥第一次提出，就是在海外的所有中国公司都值得美国和欧洲怀疑。这是蓬佩奥要求大家首先要警惕中国，要怀疑他们的公司。同时，蓬佩奥提出这么一句话，叫做中共操控华为，渗透了海外以后，我们不应该再跟中共发生任何经济联系。什么叫不应该发生经济联系啊？这不就是脱钩吗？也就是任何经济联系跟中共都断掉，不光是美国断，欧洲也要断。这是美国他首先表达的他们的态度和立场。紧接着蓬佩奥就提出，我们要求你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话。过去美国从来没有强逼的所有欧洲国家，你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这次蓬佩奥就是这么提出，而且讲得非常直接，他就是要求欧洲诸国，你们欧洲的所有国家，你们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也就是你们选择美国，就加入正义的资本主义阵营，然后来对待残暴的中共政权。如果你选择中共，你就跟邪恶为伍，你们自己看着办。所以说，蓬佩奥呢这次呢明确提出要求欧洲国家呢选边站队。蓬佩奥他就说，曾经有一个中国外交官说我们西方的民主是越来越脆弱。他说实际上只有独裁政权才是真正的虚弱，因为中共它是靠防火墙生活。我们今天峰会的主题就是我们西方民主世界如何对付中共这个残暴的政权。这是蓬佩奥他在哥本哈根这个民主峰会上面他的发言。他这个发言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3点。第一个，美国要求欧洲选边站队，也就是欧盟国家、民主国家，你们现在应该做出一个选择了，你们究竟是愿意跟中共这种残暴的政权跟他为伍，然后在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潮下，然后出现你看，包括美国像安提法能够严重的冲击美国的社会制度。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共产主义的一股恶流，而这个恶流中共是源头。所以说蓬佩奥要求西方国家选边站队，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明确提出，西方国家和美国都要跟中国断掉经济往来，我们之间就是脱钩，我们不要发展经济，我们和你中国就没有这个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来讲，大家如果跟中共没有利益捆绑，没有经济往来的话，那么对中共可以讲打击的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顾虑了。这是讲的第2点，也就是经济脱钩。第3点就是关于民主世界的强大还是专制社会的强大。民主社会的强大，蓬佩奥已经强调了，民主社会他们是有文明的指引，他们是有信仰，他们是有上帝的召唤，他们是民主国家建立的民主制度已经几百年来走出的人类的民主方向。而专制国家就是邪恶的，共产主义就是残暴的，共产主义就是压制人民的，共产主义国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之下，而共产主义才是虚弱的。蓬佩奥已经点得非常清楚，他们是靠防火墙生活，也就是美国如果破掉了中国的这个防火墙，那么广大的民众都可以自由地了解全世界的话，共产党的垮台是指日可待的。
所以说，蓬佩奥总是找到了共产党最关键、最准确的地方。蓬佩奥既然在欧洲的峰会上面，在民主峰会上能发表这样高调的要铲除共产主义、能够宣扬美国价值观的这种讲话，你就可以看出，美国现在对中共的他这个所有的策略，我们都已经可以看得很明白。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它越来越形成要打击中共、铲除中共，而且是不允许共产主义的思潮在美国和在全球民主世界泛滥。那么，这是蓬佩奥他坚定不移的态度。那么这次欧洲的这个民主峰会是专门讨论针对中国的一次民主峰会，那么各国的外交部长、各国的重要领导人都参与了这个会议。只是呢，在欧洲呢，要想铲除中共、脱离中共对欧洲整个的影响和控制呢，最重要的是德国，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是欧盟的最主要的国家，也是欧盟里面最有发言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德国呢，现在就碰到德国的这么一个总理默克尔，而默克尔既是共产主义培养的接班人，同时又是纳粹的子孙，所以默克尔这个人身上有双性毒，也就是不仅有纳粹的毒液，也有共产主义的血液。所以说，默克尔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当川普宣布安提法是非法的时候，全球都在讨伐安提法这个共产主义邪恶的这个恐怖组织的时候，默克尔却给安提法的一个宣传机构，他一下子拨给了他100万欧元的经费。所以说，历史就再一次证明，德国它再次走入共产主义的这个邪魔，它实际上就是纳粹在借尸还魂。因为纳粹总是借着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潮在借尸还魂，而默克尔本人就是共产主义的继承人。默克尔从小接受的就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他的这个骨子里面潜移默化都是热爱共产主义、热爱纳粹。因此，默克尔现在才是欧洲的罪人，才是人类文明的敌人。如果有一个叫人类公敌的，我告诉你啊，这个人类公敌是默克尔，而绝不是蓬佩奥。你看，很简单，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从德国大量的撤军？川普总统一次头就从德国撤出了将近1万个美国士兵。当时默克尔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他质问川普为什么这样做。川普就告诉他：“你默克尔给北约的经费该交你1分都不交，因为你长期拖延北约的经费，美国没有任何义务在你1分钱不给的情况下，美国继续来保卫你。凭什么北约的经费你德国拖得不付？而俄罗斯，你一年买俄罗斯的石油，买俄罗斯的能源，你给几百亿欧元，你付俄罗斯的钱付得那么快，你为什么不让俄罗斯来保卫你？所以说，川普现在就是很简单嘛，你默克尔又要北约来保护你，要美国派大量的军队驻扎在你德国境内，你又不付任何经费，而且你要跟华为去勾兑，因为你引进了华为以后，华为掌握了德国里面所有传输的通讯数据以后，就对美国的住房形成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再强调，所有北约的范围内，任何华为是不可以进入的。华为进入的地区，美国就不会在这个地区对你进行保卫，因为美国是不愿意他自己的各种军事机密给华为刺探走。但是你默克尔一意孤行，那么在默克尔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川普撤军了，现在还没全部撤完，但是默克尔他愤愤不平。那么川普就问他：你一年给俄罗斯几百亿欧元，你都交得起？为什么你给北约的这点经费是按照你的 GDP 的比例的那个1%、2%，你为什么就不付？如果你不付，美国有什么义务在你1分钱不支付的情况下，美国来保卫你？你就叫俄罗斯保卫你好了哇！华为跟你搞得那么好，你就叫中国来保卫你好了哇！所以说，川普在这个问题上面，默克尔做出了行之有效的打击。也就是整个现在德国的军防现在已经亏了一半，也就是普京这时候如果俄罗斯如果是侵入德国的话，很轻易就可以把德国占领掉，美国是可以不管他的，也就是你俄罗斯来吧。如果默克尔他愿意再次出卖德国，愿意把德国的领土交给俄罗斯，那默克尔你就继续干，你只可能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罪人。所以默克尔这个家伙坏透了。由于他在欧盟里面的影响力，由于整个默克尔在欧盟里面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就导致了蓬佩奥他尽管他在丹麦的这个哥本哈根这个民主峰会上面表达了美国清清楚楚的立场和态度，很可能会受到默克尔的抵制，或者默克尔他自己率领的欧盟的一些国家跟美国都完全不配合。那么由于欧洲的不配合，就让美国在打击中共上面，让美国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你美国打击中国，而欧洲帮助中国，也就是美国撤出来的那块资源，欧洲就把它填补上了。美国要打击中共，欧洲就不断地跟中共沆瀣一气，去帮助中共仍然继续实施它的残酷的专制统治。所以让美国就感觉到，欧洲这个究竟是盟友还是你敌人的盟友？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美国独木难支啊！因此，美国现在不断地做欧洲盟友的工作，也就是美国希望欧洲的主要国家，尤其是英法德意这几个主要国家，能够完全站在美国的这个立场上，跟美国一起共同的讨伐中共。因为中共的邪恶呢，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华为事件的发生，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美国之所以要抓捕引渡孟晚舟，就是孟晚舟它不仅是对银行撒了谎，同时孟晚舟也资助了美国已经限制打击制裁的伊朗。而华为跟伊朗的合作，实际上就加强了伊朗的邪恶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肯定要打击华为的。当美国打击华为，抓捕了孟晚舟，准备引渡孟晚舟以后，中共马上就抓了加拿大的2个人质，把这2个人质来对待孟晚舟。那么这2个人质，一个是前外交官康明凯，一个是一个加拿大的商人叫斯帕福。这2个人已经被中共抓捕了有500多天了。6月19号，中国最高检察院呢，通过他们的这个网站呢，发布了一个简讯，就说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呢，现在中国的检察系统呢，已经提起了公诉，控告这2个人涉嫌间谍犯罪。康明凯本人呢是被拘押在北京，他被控呢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罪、情报罪。斯帕福呢是被关在丹东，被控呢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么具体开庭的时间呢，中共没有公布。但是中共呢向全世界就报告了这个消息，就说这2个人已经正式被中共定罪为说他们是刺探中国的情报，涉嫌间谍，把这2个人呢准备呢就提起公诉了，也就是开庭了。那么这2个人已经被押了500多天了。从2018年12月份孟晚舟被抓捕之后，这2个人呢就被中国呢用人质的方法已经扣押。那么在这个扣押期间，他们是根本没有资格接见律师，也肯定见不到他们的家人。所以说呢，有德国记者就专门对他们2人进行访问，在受到拒绝以后，这个德国记者就写道：当孟晚舟待在温哥华的豪宅里面花天酒地的时候，这2名加拿大的人质在中国的监狱里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既不能见律师，又不能见家人，而且牢房里面的灯光500多天来从来没有熄灭过。这个外国记者呢，他是不太了解为什么监狱的犯人他睡觉的时候还要开着灯呢？他们对这个牢房里面灯光没有熄灭过，他们感到很好奇。这个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共的牢房啊，里面这个灯光啊，不但是从来不熄灭，而且这个灯是巨额灯光，这个灯光是非常非常的强亮，这个灯光它永远是亮着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个灯光它之所以那么强，用非常的强光照射到牢房，一般人的理解都是属于对牢房里面这个照得亮一点的，是因为呢这个巡逻的卫兵呢容易通过牢房里面监视到犯人，看他们是不是安安稳稳的在那个服刑，然后没有什么逃跑的举动，这个都是从正常角度来理解，确实是这样。也就是牢房里面这个巨亮的灯光，确实是给卫兵能增加这方面的作用，就是卫兵从监视窗里面很容易的看到整个所有牢房里面所有犯人的这个状况。但是其实强烈的灯光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灯光实际上是摧毁你的神经，也就是强烈的灯光对人的神经是有绝对的摧毁你，使你达到衰弱的作用的。也就是强光刺激下，在每天的强光刺激下，人的这个神经就越来越衰弱，也就是你的这个精神就会被麻痹。实际上是中共他利用这个强光，然后对人造成的一种刺激和迫害，它实际上就是破坏的一个手段。中共历来都这样，从中共建政以后，所有做过中共牢房的人，他们在这方面都经受过这样的苦难。因此呢，外国记者他十分不了解，其实这是中共的酷刑表现之一。美国要求欧洲选边站队，就是因为美国定下来要铲除中共，要跟中共作为冷战的敌人，把中共作为政治对手来打击，这才会要求欧洲所有国家你们必须选边站队。因为美国呢，通过整个今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尤其是今年中国向欧洲、向美国输送了大面积的这个武汉病毒，这个疫情导致美国损伤惨重之外，美国在后面发生的这个黑人安提法操纵的这个共产主义恐怖组织在背后操纵的这个黑人命贵的行动，对美国社会制度、民主价值观有了严重冲击之后，美国呢可以讲叫猛然醒来。那么这几天随着博尔顿这本新书的发表以后，对川普呢也刺激很大，整个川普团队里面的幕僚呢，大部分都经受到这场书里面的波及。因为博尔顿写这本书，他很多人都涉及到是川普现任这个团队里面的所有的主要人员。博尔顿参加这个会议里面，可以讲川普团队里面的这些人也都参加了，他们现在都在嘛，莱特希泽啊、鲁姆钦啊、罗斯啊、蓬佩奥啊、彭斯副总统啊，这些人现在都仍然是川普的内阁。所以说博尔顿新书里面所涉及的这些人物，都让他们感觉到现在目前来讲，对共产主义的打击是川普今年进行连任、进行大选获得选民的支持、获得连任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也就是波尔登指责川普勾兑习近平。那么川普为了证明自己跟习近平没有勾兑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来讲，川普对习近平政权应该给予更鲜明的打击，通过他的实际行动来证实川普跟习近平根本没有勾兑。这个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这就最典型了。因为波尔登书里面是写到，习近平向川普介绍，就是说新疆集中营是一个再教育营，是帮助他们致富的营，不是人权迫害的营，所以说川普是认可的。但是如果川普是认可，川普为什么现在要批准新疆维吾尔人权的自由法案呢？川普批准这个民主法案，新疆民主法案，不就是针对中共在新疆设立大规模的集中营，对中共进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打击吗？所以说，你看川普的行动，也就是说，这本新书随便你怎么去诋毁川普，哪怕你讲的那些事情真真假假，那些事情对川普有捕风捉影的这些细节，那么川普要用行动来证实他是打击中共的。那么川普打击中共确确实实现在在美国是全方位的进行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新上任的这个执行长叫迈克尔·派克，这个迈克尔·派克，川普是2年前就提名他来担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这个执行官的，但是呢，因为民主党一直压倒他的任命，始终不能让这个任命得到通过，这样呢，迈克尔·派克呢就整整被耽误了2年，直到今年最近才得到了批准。那么迈克尔·派克正式走马上任了。他走马上任仅仅是1个礼拜，他就要求美国之音他的台长和副台长，我们都知道阿曼达他呢已经辞职了，而且呢，迈克尔·派克是解雇了所有这个全球媒体总署下属的所有媒体里面的主要负责人，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包括自由欧洲电台，包括中东广播网的负责人，全部被他解雇了。同时呢，他任命了多位新主管，把所有这个总署下所有的高管全部归于他现在的直接领导之下。那么自由亚洲电台前面有一个台长，这个台长是个华裔，他呢担任了多年自由亚洲电台的台长。这个人担任自由亚洲电台台长的时候，他和阿曼达的做法是没什么区别的。这个人呢，他的中文名字叫刘先，后来呢，他从自由亚洲电台的台长呢调到了开放技术基金担任总经理。这个人呢，在昨天也辞职了，他是个亚裔，是个女的。这个人多年任职自由亚洲电台。后来呢，他调任这个技术开发的负责人以后呢，他是负责领导研究推翻防火墙的技术开发和整合的。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个项目耗资巨费，也就是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但是没有做任何事。其实按美国国家它的资金能力和它的技术能力，突破这个防火墙简直是易如反掌。但为什么这个刘先领导的这个开放技术基金公司拿着大量的美国纳税人的钱，研究了多少年，他们也突破不了中国这个脆弱的防火墙呢？那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想突破嘛，他从来没打算要破除中国的防火墙。他在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这个台长的时候，和阿曼达担任美国之音台长的时候，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维护中共的体制的，是维护中共的专制的，和中共是沆瀣一气的。这个刘先说句的话，美国 FBI 好好查查他跟阿曼达是不是一样，跟中共早就暗通款曲，早就投了共。像美国可以讲，在媒体里面，在美国国家里面，主要的上层建设、主要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领导人，可以讲90%已经是被中共俘虏的。因此来讲的话，美国被中共的渗透是很厉害的，几十年下来了。所以这一次迈克尔·派克上任以后，他决心要整顿所有的美国这个国家能够国家资源控制的这些媒体，要保证这些媒体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的，是打击中共专制的，是绝对不能跟中共沆瀣一气的。因此，整个这个大网是刚刚拉开。美国全新的属于美国国家战略媒体、国家资源控制的媒体，将会有一个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迈克尔·派克接任以后，是川普具体的防止中共渗透美国国家媒体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和措施。所以，派克上任后，他表示他必须在推翻防火墙的技术手段上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尽早的动用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技术，尽早的破除中共的防火墙，让共产专制压迫下的14亿的民众，让他们早日见到自由的阳光。这个派克研究的这个是正正经经的。那么前几天我们谈到的什么普渡大学，什么2亿美金，什么突破防火墙，这是部分人的传闻。这个传闻它的真实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我到至今都没有查到这个传闻，他来的这个真凭实据，普渡大学和美国国务院哪个部门拨的资金，拨了多少资金？普渡大学是哪个研究室在研究？凭什么说3个月你就突破防火墙？
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新上任的这个执行长迈克尔·派克，他领导的这个开放技术基金公司，他是正正经经国家资源拨款，然后专门研究怎么去突破中国防火墙的一个机构，是一个政府机构。我相信迈克尔·派克讲的话更靠谱。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全方位的遏制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行之有效的结果。那么中共呢？中共现在当然很慌张了。中共知道，美国和美国为首的盟国现在要对中共清算。你看，蓬佩奥他就明确要求欧洲选边站队，这个话就已经告诉了中共，现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处于现在是选择美国还是选择中国，也就是美国已经把中国放在自己的对立面。那么中共毫无疑问，他要拉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因此中共就在6月17号就召开了一个中非团结抗疫的特别峰会。这个峰会上呢，习近平呢，他发表了一个主题讲话，这个讲话叫团结抗疫共克时艰，也就是习近平拉拢的非洲所有的国家跟他一起共克时艰，他减免了大量非洲国家的债务，然后呢，让非洲国家呢捆绑呢跟中共一起呢对抗美国和美国的盟国，这是习近平一贯的手段，因为拉拢非洲呢，他们最容易给点钱就行了。只是呢，在习近平6月17号这个团结抗疫的中非峰会上面呢，我呢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呀？就是中国这个中央防疫领导小组里面的组员啊，这个副组长王沪宁、组员孙春兰、丁薛祥、王毅全部出席了，唯独这个中央抗疫小组组长李克强没有出席。那么为什么呢？那很简单嘛，就可以解读嘛。习近平他在这个团结抗疫里面对李克强是排挤的嘛。李克强这个组长只不过挂了个名，挂这个名挂的嘛，挂的名是背锅的名，也就是一旦有问题，你李克强要去扛，但是所有的贡献、所有的决策跟你李克强没什么关系。所以连中非抗疫的什么团结峰会，组长李克强都不参加的。那么究竟是李克强不想参加，还是习近平不要他参加，我们就不清楚了。至少从这个现象能反映出西里肯定是不和的。那么他们这个中非峰会呢，他们不忘的呢，把联合国的秘书长叫古特雷斯把他拉过来了。至于世卫秘书长谭书记、谭德赛可能不能忘记了。谭德赛不但是参加这个峰会，谭德赛还到北京大学要做现场的演讲，也就是谭德赛跟中共仍然是跟得很紧的。你不要看他在公开场合去讨好美国，说两句谄媚美国的话，实际上谭德赛就是中共养的一条狗。因此来讲，中共通过这个所谓中非峰会，希望拉拢住整个非洲国家，来跟中共呢形成一个同盟呢，来对抗美国，对抗美国的盟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中共你拉拢几个非洲国家就能够决定的，这个世界它是文明和邪恶的较量，而文明邪恶的较量里面，文明国家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对付你中共的办法。这个 G7国家的外长也就在上个礼拜发表了一个外交公报。G7国家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发达的7个工业国家，这个工业国家就是英美德意美日加。这7大国家呢，他们的外长发表一个联合的公报，这个联合公报就是专指香港国安法的问题，是对香港国安法他们提出他们严正的声明，要求中国遵守1984年中英联合香港声明，要求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要求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中国坚决不能够出台他的对香港的这个港版国安法。而整个这次7国外长这个会议里面牵头布置和写计划提纲里面是哪个国家呢？是日本。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往往过去都是美国或者是英国在这个里面牵头，而这次日本来牵头，你就可以看出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就是工业7国里面，现在绝大部分国家，他们不仅仅是美国、英国对中共谴责，在香港问题上面坚决支持香港民众，坚决要求遏制中共在香港推行的这个国安法。同时，日本已经加入英美的这个联合阵营，然后跟英美一起联合工业7国。共同的对中共进行的一个声明，它就是表达这7国的一个立场，尤其是日本这次的立场，就让中共他要重新考量，他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会导致工业7国最终对中共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制裁的结果，中共我相信他要认真的分析，就是当他跟全世界为敌的时候，中共最终他还能走多远？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一旦对中共正式确立了要打击中共、铲除中共的路线，那不仅仅是在科技、经济、外交、文化上面对中共的一种遏制，尤其是中国，它现在要发展它的科学技术。大家都知道，中国这30多年来之所以科技上面得到一些增长，大部分技术都是靠偷人家美国的。那么靠偷美国的混了这么几十年以后，才产生了所谓华为5G，它比较强大。
但是华为5G现在美国对华为的打击以后，就意味着美国的所有高科技产品对中国都是封闭的，在偷不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在前人学者又受到美国的打击情况下，在中国所有派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根本没有能力在盗取别人国家的科学技术产权的情况下，中国的科技要发展什么呢？中国现在只能回去上山下乡，重新搞红卫兵运动，重新搞大跃进了哇！人家马斯克现在发明的一个叫星舰，这个星舰就是一个超时速的一种飞机，一种空中客机。这种空中客机的时速可以达到时速27000公里。这个时速27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说纽约飞到上海只要39分钟。这个星舰在后年就开始试飞，成功以后，马斯克讲他这个票价也就是1万美金。你看看中国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中国很多在美国的这些人想飞回中国，他们现在买一张机票1万美金都不止的。所以说马斯克的这个座位1万美金一点都不贵。但是你要知道39分钟纽约就飞上海了，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啊！马斯克已经把他自己的航空器送到太空啊！马斯克研究这个星舰是100%能成功的，所以马斯克人头脑是相当好，他的这个人的智商是相当高，他研究这些技术是没话讲。就怕马斯克呢变马克思，他的这个思想里面都是马克思思想，然后呢他跟中共沆瀣一气。马斯克如果把他自己的思想端正过来，如果马斯克是铲除中国，是打击中共的话，我相信凭马斯克的技术，几天就把中共的防火墙把它弄毁掉了。而中共呢，中共就一边吹牛逼，一边呢学习习近平。现在中国就是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勒饼裤带干革命，准备吃草。所以说，中国现在到现在还在吹捧习近平，什么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习近平。在这本书里面，他们居然大言不惭地写下这么一句话，说是文化大革命有1000个不是，只上山下乡培养出习近平就1万个值。培养出习近平这个猪头，这个总加速师，把共产党往悬崖里面带，共产党离灭亡没有多远，所以你们培养的习近平就是培养你们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